很多人说呢，现在的房价回到了3年前，是时候买房子了。但是啊，今年就是在这么全面的救市的情况下，人们买房子的这个欲望好像也不怎么高，对吧？往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实际上应该房产交易量会很高的。那在2014年到15年的时候，银行呢稍微降了一点利息，当时呢二手房的这个买卖就非常火。可是今年我们看这个交易量仍然不温不火，好像不管有多少的优惠政策，大家呢都还是观望，不为所动。为什么房价降了，大家购房的热情却降低了？今天就这个话题呢，要跟大家来讲一讲，主要呢是体现在4个方面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人们怕成为接盘侠。那之前呢，我们讲过，在过去20年房价涨，很多人呢对这个房产是有预期的啊。即使我现在买，利息高一点也无所谓，我知道未来我这个房子会涨价，所以我不担心害怕。但是呢，现在房住不炒调控了，如果呢你的位置买的不好，又或者说呢你当年是高价买的，或者是从炒房客手中买的房子，那么这个东西呢就说不定了。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呢就是高位接盘，当时呢不光是房子的总价高，房子的利率呢也很高，导致到现在呢很多人还在还着高额的利息，所以呢人们被搞怕了啊，就怕呢成为接盘侠。而且呢房住不炒调控了以后呢，现在的房价回到了3年前，很多人呢还在想一个问题，那房价会不会回到2015年的水平呢？那我就再等一等，对吧？我不去做这个接盘侠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房贷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。我们要知道一点呢，就是我国的城镇居民拥有的住房率呢高达96%，也就是说呢，大部分人是有房子的。过去20年房价在涨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来分析过去20年是哪些人在买房子。第一批买房子的呢，就是他们刚进城啊，要到这个城市发展，所以呢当时就买了一套房子，也没有呢去考虑这个金融属性的问题。那么到了2010年前后呢，第一套房子的贷款已经还得差不多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考虑去买第二套房子，但是那个时候呢价格已经上去了，甚至呢很多人是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买的房子，所以呢整体到现在手中已经有2到3套房子，而且还在还贷款。也有很多人呢在过去20年看到了这个房价在上涨，觉得呢房子啊可以呢让自己的财富增加，所以呢贷款买了房子，以租养贷，到现在都还是这种模式。而现在呢房贷的压力很大，很多人呢觉得吃不消啊，包括现在我们说物价上涨啊，还有呢我们的家庭开支增大等等，所以呢对于这个房子呢是小心谨慎的。有些人呢买了就不再买了，不会呢再像以前一样我想办法再去买一套房子。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，就是现在的收入不稳定。如果呢像过去20年一样，那我们呢虽然说房价涨，但很多人的收入是稳定的啊，家庭的这个风险呢是比较小的，会考虑再去买1到2套房子。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收入不稳定。我们说呢，从2019年年底发生了疫情以后，这2-3年的时间啊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，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格局。有些人呢以前过得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呢破产了；有些人呢本身有稳定的工作，突然呢失去了工作，最后呢连信用卡都还不上了。又或者说呢，很多人之前呢有2套房子的房贷，还着贷款呢是没有问题的，收入减少了以后呢，结果呢要卖房子，但是呢房子又卖不出去，降价呢又赔了，然后呢这个收益呢又大部分的减少。包括现在呢还没有买房子的也在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现在买不起，我的收入又少，那我干脆就不买，我直接放弃。而且呢现在这个房住不炒啊在这个调控，未来呢如果房价啊再往下降一降，我可能会出手去买。那这几年呢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要稳定自己，我要稳定自己的收入，还有的呢是要降低这个家庭的风险啊，比如说呢把以前的一些债该还的还一还，把信用卡呢还一还，把车贷呢搞清楚，等孩子呢再大一大
再说。这些呢都是很多人目前在考虑的问题，所以当下的一个决定就是先不买房子，不去关注楼市。那么第4个方面的因素呢，就是现在我们是用的期房制度，所以呢会降低很多人的这个购房欲望。也就是说呢，在过去20年，很多人被这个期房搞怕了。之前呢，人们买房子是相信开发商的啊，包括呢开发商当时确实做的也不错，因为开发商呢他的融资手段很强。但是呢，经过这20年的高速发展，很多开发商已经忘了初心啊，他的这个负债率很高了。那么给了3道红线以后呢，他降负债却发现呢资不抵债了，他的风险大了。那么烂尾楼呢就增多了。老百姓害怕的是，我花了钱买了房子，一方面我还了贷款，另外一方面房子成了烂尾楼，我还住不进去，到最后呢搞不好这个房子都不是我的，所以被这个搞害怕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公摊啊，有的公摊呢会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呢就观望不买啊。为什么人们期望呢？就是取消这个公摊，还有呢实行这个现房制度，就是呢因为作为普通的购房者觉得呢，由于买这个期房啊，这个风险太大，所以呢不愿意去动手买房子。所以呢，综合以上4个原因，就是现在为什么房价已经很平稳了，甚至出现下跌了，人们买房的欲望呢并不是很高的原因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